整个部门辛辛苦苦半个月的时间，到你这出漏子了。明天不用来了，不用来了。你咋不接电话呢？妈就是想问下你啥子时候回家。你儿子的吴春花，我都跟你说了好多回了，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不停的给我打电话，我说了我不回了。我们家这个情况我只得上哪个？我就想攒钱买个自己的房子，我来回路费都要1000多，我回去给你起那个破房子有啥子用啊？甜甜，甜甜，来，都给你装好了，这里面有香肠，还有腊肉，还有床新被子。妈怕你租的房子冷，你都拿到。哎呀，这么重的东西我哪拿得到嘛？再说那边啥子都有卖的，外面卖的不是贵的嘛。再说家里面东西好，你就拿到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腿脚本来就不好，还非要送。你说那么重的东西，你腿受得了不嘛？哎呀，我个人德行不用你送。那妈不送你了，你路上慢点，到了就记得报个平安。好，走了。不要再亏待自己了，妈能给你凑出点钱。这不是娃娃想买房子嘛，我跟他爸也就能凑出几万块钱，要不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开这个口的嘛。周丽丽，你敢上我男人的床？你浪到老娘屋里头了！你在我眼皮子底下！周丽丽，你敢上我男人的床？你浪到老娘屋里头了！楚春华，周丽丽，你敢上我男人的床？不是妈，我不是，你有啥事慢慢说，坐着，摸着手啊！爸，你还帮他说上话了？哎，不没吧，不没吧！哎，你莫动手啊！哎呀，哎，不没吧！哎，莫打了，莫打了！哎呀，我错了！哎呀，轻点儿！哎，我跟你说嘛，哎，真的没有啊！这不是我吗？怪不得，原来我重生到1994年，睡到我爸爸床上。妈你吧！我是甜甜。妈，你锤子你妈！那他就是喝醉走出屋子了？肯定的呀。再说，他早上咋个上的我的床，我都不晓得啊。而且，他还害你害妈。肯定是昨天晚上吊男人喝多了。对，就是。都是邻居，之前不好意思讲你，你在外头咋个浪都可以，你不许打我男人的主意。完了，你咋传到这种人身上了？何春华最烦这种人了。哎呀，何姐啊，咋你也这样子说我嘛？我真的是被男骗了啊！他到处说我的不是，害我丢了工作，昨天晚上还灌了我爷的酒啊！
行了，你先起来嘛，对不住嘛，我不晓得这些。你不晓得我好惨哦，我3天就吃了2个包子。那你想吃点哪样？我想吃你做的串串。你咋晓得我会做串串？我见你给甜甜做过。啊，行，那姐给你录一首嘛。我妈这个腿到底咋搞的？哎呀，你妈呀，爱逞强，年轻时候跟街娃打架打的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当我娃娃面前不要说这些。妈没事。哎呀，甜甜，以后就对你妈好点儿哦。亲爱的妈妈，我不知道自己。爸爸交代的事情我之前都没有做到，我不该对你们的耐心，不该嫌弃你。你不晓得我后来有好后悔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可也许我一定要搞清楚是哪个欺负你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老大，咋个回事啊？啥子人都往家里带？起来！你干啥子啊？耀祖，你最近是不是要发大财了？还行吧，最近啊做了个大买卖，准备买辆桑塔纳。这年前啊，你们被房东赶出去没地住，这房子还是我给你们找的，这一家人就得互相帮忙嘛。哥，借5000块钱噻，回头我赚钱了，孝敬咱妈啊。哎，妈，你看我们哪儿拿得出来那么多钱？5000块钱你都拿不出来，还是说你防到你亲弟弟啊？是噻，哥，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说这个家哪个欢迎你了？你给我哥介绍房子，中间吃了不少回扣吧？还帮衬，听不懂吗？拿不出来就是不想借。这关你个万啥子啊？我一个外人都能听明白的事情，你们家耀祖听不明白啊？是真听不懂还是不要脸啊？你啥子？你指啥子指？好大的人了还跟自己亲妈住一起吧？还少？还喝自己亲哥哥的血？哪有啷个了嘛？我不像你们租房子住，我看啊，明天厂子分房名单里面指定还是没得你。哪个说的？大爷，开好门嘛！你想进去啊？我们这儿规定，你要想进去啊，我必须向上头请示。哎呀，你要是非要向上面请示的话，那我和厂长这关系恐怕要闹得人尽皆知了。那到时候如果赖到你的头上，要得你进去嘛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在外头莫乱说啊！放心嘛，大爷。要得。厂长背地里还说这么话哦！想起我了没？我看到是有点面熟哈。果然，这眼睛不干净，手脚也脏哈。家兰说啊，今天才在厂子头看到他了嘞。就是啊，昨天刚从厂长办公室头进来。这婆娘昨天刚上了老王的床。我今天又咋子了？继续说啊。何姐，何姐你出来。
来呀，以后啊，你们不用住这个房子了。你说啷个？策划，厂子给我们家整房子了。真的？啊！果然，这眼睛不干净，手就会脏哈。分房名额上，年年轮不到先进员工，私底下收了好多钱。毕竟我高中那年你就被人举报了。你是谁？要是不想被别个晓得，下半年给王广忠分套房子。好。啥子时候这名单改了，你姑奶奶我啥子时候走？改，马上改。来，吃点水果。你这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，我们之前对不住啊。哎呀，这有啥子嘛？之前我最难的时候，还是你赏我口饭吃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姐。来，吃这块甜。妈，你在用我去打碎的倒起西瓜？哎呀，这倒都洗了，没事，你赶紧吃吧。总是被依赖、被责怪、被伤害，但妈妈其实也是一个小女孩。刮坏了。路口的精彩不再偏无奈。你这个婆娘，老毛病一直没改，没坏呀。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必须赖在你身边，要比亲姐妹还要亲。把岁月还给成就我的身材。哎，甜甜，我们家马上就要搬进大房子了，衣服孩子都是旧的，要个新房子有啥用？小女娃嘛，嫌弃我给她穿别人家的旧衣服。我晓得了，你知道啥子？婆姐，我去屋头找下甜甜啊。丽丽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加了这些小东西，其实立马就不土了。你之前的衣服也不土啊？这还不土啊？都是那些婆婆穿剩下的，班里同学都笑话我。听他们放屁！你这个叫美拉德风，国外最流行的。这么洋气？那是哦，那帮小皮娃娃懂啥子？我之前可是在杂志社上过班的，这些东西嘛，简单得很。去杂志社上班好风光哦，我以后也想去。去杂志社上班不难，主要是吧，杂志社他看成绩，这个没学历、学习不好的人家不要。第一回见他那么主动写作业啊！乖乖，你挂了哪个名混汤啊？我自己还不了解我自己吗？哎，你个狐狸精，凭啥子来到我家里？还给我孙女儿带的啥子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你小年纪不学好，净整这些没得用的。我问你，你到学校是去上学，还是去犯贱去了？你在说啥子？你在说啥子？妈，你啷个跟孩子说话呢？我说啥子了？本来就是个赔钱货的女娃儿，现在就这么造起，长大了不得翻了天了。他要是赔钱货，你算个啥子东西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摔坏了要赔。这能值几个钱？你少哄我。这一颗颗呢，可都是海里头的珍珠，一颗要3位数。
你要不信的话，钱喝了。丽丽，老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要不这个香我……算了，看在我何姐的面子上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他能有几个面子？比你有面子多了。丽丽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哎呀，没得事，莫哭了。这个东西姐姐有好多，不用赔。丽丽，那么贵的东西，我们该赔还是要赔？我这么跟甜甜说，是不想叫她骗人。那东西塑料的，吓唬老太太用的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娃娃儿？你说你这个人，就是嘛，我这之前也是做家庭教师的，可惜了。被那个男人骗了，要不然我早就带出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了。结果现在搞得我工作没了，房租也快到期了。真牛！是眼睛你倒是哭啊！那丽丽姐可以住我们屋的新房子啊！丽丽姐还可以做我的老师嘞！我当然愿意，但就是怕给你丽丽姐添麻烦嘛。这有啥子麻烦的？我们家甜甜这么乖，又这么懂事，学习还这么好，这几门课我都能帮下忙。那太好了，那就那么定了哈。丽丽姐，你也太客气了，这么点小事还请我吃冰饭。当然要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提醒你妈，我下个月还不晓得住哪儿嘞。回头我们直接在合成华给我弄个上下铺。哎呀，不要，我们家3居室，房间归够。哎，丽丽姐，你咋晓得我们新家有3个房间？我都不晓得，你到底是啥子人啊？怪不得我妈说我难搞。你妈告诉我的啊。改，马上改。等下，不要想到随便给王广忠分一套偏远的小破房子，我要最大的3居室。房间不多咋行？我早晚要住进去。何成华，这辈子我赖上你了。丽丽姐，你也太好了，胡春华从来不带我吃这个，家里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菜，抠熟。部分小品牌奶粉依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，对婴幼儿的大脑有所损伤。哎，何春华，你说我现在那么笨，不会是我小时候您给我喝这种莲子奶粉喝出来的嘛？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穷。你放屁！老娘那个时候给你喝的都是最好的红星奶粉。我的孩子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？哎呀妈，你又这么干啥子？你说关怀你知道好几次。如果让你知道放到师傅档，你吃不完就放冰箱嘛。我给你买的最好的牛肉，你少点点那个。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，不担心的人啊，一定不做妈妈。我知道，全知道。丽丽姐，你咋哭了？你以后不准那么说何成华，他哪儿抠嘛？丽丽姐，你莫哭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不带你来吃这些，是因为嫌这个脏，他对你最好了，晓得不？来。应该啊，都这个时间了，春华咋还没回啊？
估计是晓得我今天要来吃你们这顿安锅饭，故意拖到，不想见过这个老婆子呗。哎呀，妈，你这是说啥子嘛？春华他就不是这样人，他一定是有……你抓住了？我欺负你了？我下岗了。下岗？你到底咋回事？厂子里都裁员，员工大食堂也裁了好几个。我说啥子呢？这小学文凭根本就站不住。哎呀妈！这个你就少说两句嘛。我少说有用吗？你们一家3口租房吃饭，哪个不花钱？你们年轻人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下岗意味到啥子。他下岗，说明他想干啥子都可以。何姐，我认真问你，反正我们不用去员工食堂工作了，你有没有啥子特别想干的事？我就是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串串店，我想啥子关门我就啥时候关门，我想卖来就卖来呀，再也不用怕下岗了。像他一生有太多分岔。哎，何松华，你年轻的时候有没啥子特别想干的事？我能有啥子特别想干的？嫁给你爸，把你养大，我就够知足了。没啥，没别的了，没别的了。你要是能多回来看一下，我就更高兴了。这次你是认真的吗？我随便讲嘞，就我这样的开哪店？倒是有自知之明，小学文凭还想开店？你这辈子能嫁给我儿子，那都是你命好。你闭嘴！哼，以后只要有一天我在这儿，就不要想欺负他了。哎，妈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妈，我要给你最好的生活，这是我欠你的，因为你给我的一直都是最好的。姐，你这是干啥子哦？新工作不好找，我卖布还能赚点钱。来，放那。姐，你就听我的，这2天我们就好好休息，我们马上要发财了。发财？丽丽，真能赚钱啊！我啥子时候骗过你嘛？何总啊，我以后肯定让你住上大房子，带你赚大钱。你这么有本事嗦？真的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当告别已变得轻松，可我的心还会空。何春花，我保证这次是真的。买串串。哎呀，何姐，你看我的啊，卖串串了，好吃的串串来看一下。像我这样子喊，我们不争不抢，又没偷又没啥子的，有啥子不给的？好，卖串串了，买串串嘞，好吃地道的串串。买串串了。对了，卖串串了，好吃的串串。那个是啥子嘛？这个2毛钱一串，这个8毛一盒，一共5串是盲盒。盲盒是哪样？盲盒是啥子嘛？我来一个。盲盒就是运气好的啊，里面就是肉多，还送小奥特曼一个。还有奥特曼？他们这儿还有奥特曼抽奖的。我也要一个。要得，来，我要一个。
真有你嘞！来，拿到哈，你们的忙活拿到哈。给我来一个嘛！你看啊，你的抽到没有？你们的忙活。哎，甜甜，饿了吧？这是我专门给你备到起的。你跑啥子？你不认识你妈了？你跑啥子？你不认识你妈了？他就是王哥哥的妈呀！他妈是摆摊儿的呀！非要让我丢脸嘛？现在大家都看到了，你满意了？甜甜，甜甜，你咋能嫌弃她呢？她是你妈。她是我妈咋了嘛？哪个想让她当我妈？我求她来当我妈了嘛？我看看。你以为只有你难看吗？我大学汇报那天，我妈穿个缝补的布鞋来找我，我当众吼她，我说你不要跟着我，就像今天你吼她一样。哎，你不要送我自己去送了的东西，妈帮你拿。哎呀，我都说了不用送了。人长大不轻松。人妈不送你了。孩子会穿过大雨，去懂人间的道理。我只能祷告，因为我已帮不上你了。我理解你，但是那盒串串是你妈妈专门留给你的，你晓得吗？哎，给我一个，我也要一个。啊，还要一盒是吧？来，来，丽丽姐，你咋个了？姐姐的妈妈不在了，所以姐姐真的很羡慕你。你能不能不要嫌弃她？你不要。那丽丽姐，你现在还是会难过吗？我都是大人了，但毕竟妈妈走了嘛，我让她伤心了那么多次，我都没来得及跟她说声对不起。我也没说过。你是小娃娃嘛，小娃娃小时候总是这样的。姐姐今天跟你说这些，也是希望你快点长大。丽丽姐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我觉得你妈妈不会怪你的。你为啥子觉得我妈妈不会怪我？因为我妈妈就从来没有怪过我。可是宝贝啊，人生又何止这样？我春花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可我怪过你了。在你晓得我不晓得的时候，怪过你无数次。树叶会泛黄。丽丽姐，我们走嘛。好，走嘛。所爱的，去完成你心所想。肯定不会错的，我就是吃了你们家的这个啥子盒套餐，我才拉肚子的。不可能啊！我们家串串都是早上洗干净揣起来的，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。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吗？可笑！哎呀，大家伙儿啊，都来看一下呀！大家不要买他家的串串吃啊，他家的串串吃了拉肚子呀！哎呦，那我同学吃了咱们的事，你莫不嫌我妈？那，甜甜，啥子样的人要啥子样的崽儿？哎呦，你乱讲哪个话？哎，这位大哥，
不好意思啊，他们两个不懂事，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得认，对吧？这才像句人话嘛。丽丽，你做啥子？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吃的盲盒里头是不是有千张和海带？对，就是这两样。对。你再说一遍呢？就是这两样，千张和海带。啊。千张和海带是吧？千张和海带是吧？我们根本就没做这个东西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这是来碰瓷的呀！没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哎呦，这红油还沾在身上，别别磨磨叽的嘛！走，去上去。不要！我求你了，城管来了！丽丽，快，走，快走！快让一下，让开！侯春华，啊，对不起。啥？对不起。真可惜，他们哪里给跑了？哎，不可惜，我本来也没想要抓他吓吓他的，我们就不能报警。为啥嘞？因为人家是正经铺子啊，我们又没营业执照，其实我们还不占理的。哎呀，你才回来，你家老王被车撞了。我家老王啷个？他现在在医院，快跟我来嘛。老王，何姐她好担心你哦。没得事，就是破点皮。医生说了，休息2天就能出去了。那你这腿说开之后，哎，来了。这个是这是你嫂子。哦，嫂子。哥，那汤我就放这儿了，你跟嫂子聊。我去缴费。哎，兄弟，来，这个你拿到。拿到，我们说好的嘛。谢哥。行吧。你嗨不嗨哦？他撞了你，你还管他平摊医药费啊？那天我不是着急送餐嘛，那个路口也没得红绿灯，这吧，双方都有责任嘛。而且我知道，我也没想到今天能撞人呢。你再等等，妈的医药费我明天一定凑出来。人家也遇到难事了，我们就莫为难别个了。果然，我爸一直就没变过，怪不得何春华一直觉得好欺负。呀，回来啦！快坐下吃饭。妈，奶奶刚刚才回来，说要照顾爸爸。妈，你看我这儿都能自己走了，医生说休息2天就没得事了，就不要。那咋行呢？这伤筋动骨100天，我这当妈的咋能不管你？来，这妈，这也没你住的地方。哼，这个外人都有一间房，亲妈没得地方住。我是人家甜甜的家庭教师，我不住屋头住哪儿？切，小年纪要啥子家庭教师？哎，我可以和甜甜住一个屋噻，反正小娃儿也不占地方。我不想和奶奶一起住。你们一家子在我那儿住了这么久，现在给亲妈走，哎呀，我这个糟老婆子真的是万人嫌呐！哎，行了，我和甜甜住一屋，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
这单位分的大山居就是好啊！唉，你们一家子其实也用不到这么大的房子。耀祖不是谈了个对象吗？亲家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人家说了，他爸爸手里啊还有好几个100万项目。我们也想到赶紧把婚结了，可人家说一定要个大一点的房子。那妈，你的意思是？这样，反正你们人也不多，不如你们就搬到我们那个老宅去，这大房子就给耀祖，到时候回头把婚一结，人家那个项目我们也可以沾沾光，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发财。你看，像那边那个开发区啊，人家家里都是人来稳赚。妈，那要是这天上哪儿有掉馅饼的事情啊？要真那么赚钱，还轮得到我们这些外人吗？人家自己亲戚还不够抢嘞。对，说的对呀，妈。这是以后再说。来，吃点这个。腿伤了不能吃发物，你不晓得吗？我这不是也想到给他补充点营养嘛？你心还挺好的。一边去！莫生气嘛！离我远点儿！哎呀，我妈就是那个脾气，她就是嘴碎。下回我向着你。那你以后不许这样哈。咱睡觉吧。妈，你咋个不敲门嘞？进我自己儿子房间，敲啥子门？瞧，这么多脏衣服，也不晓得洗一下。我们的家乡在西。妈，啥子，儿子？跟你说了好多次了，妈，你下回再出门的时候，把我们这些电风扇啊、水龙头都关到，这些都是要钱的。你咋个给我说话呢？我可是你妈，这能走几个字啊？我说你，快点，摸牌。来8万。杠。赶紧出牌。哎呀，这手气太差了，发财。输了莫来账哦。发财要不要？快点，不要拖时间。这张要不要嘛？快点，该我了。哎，发财。哎呀，快点。妈，你们要耍的话，换个时间耍嘛，孩子还在屋头写作业。写就写嘛，我们这一圈还没耍完嘞。快，该你了。我哪样都可以，总不能影响娃娃吧？咋个就影响了？人家委任到菜市场不照样写？你自己跟我妈说，他们老是这个时候耍麻将，吵得天天都写不了作业了。咋个就吵了？我们就打个麻将能有多大声？他自己不想写，不要赖我们。你个人去天天屋头听一下，不只是娃娃，我个人的事情都干不脱。我车还没说，我耍车。我看啊，我以后直接搬过来算了，反正你们这房子也大，我们那个老宅呢，就给耀祖当婚房算了。我爸妈收拾不到你，我还收拾不了你吗？你要是能搬过来就太好了。之前啊，我也不懂事，我心头都好愧疚。这不正好吗？有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以后啊，我就好好孝敬你。哈。哎，都说了我照顾你，你就等到吃嘛啊！
又吃这个啊？对啊，老年人吃荤腥不好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这风扇咋停了呢？我说，那屋头的电扇咋个老半夜停啊？啊哈，你说那个电扇啊，那是我专门给你搞的老年电扇，那半夜就是会自动停的。这老年人总吹容易着凉。来，吃个这个。哎呦，来，阿姨，快起来做早操了，快来起来！大清早做啥子早操？哎呦天哪，都5点了！我这几天才发现，隔壁的阿姨都是这个点起来做早操的。为了你身体健康，你快点必须拿力气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头咋那么痛？哎呀，你看这都怪我，我早就该和你一起做早操了。快，走了！走了！不是，我应该是水土不服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回家歇2天。哎呦，你歇2天。不要走，阿姨！哎呦，我这个走了，我得好好教训你的嘛。慢点哈。哎呦，伙计，一会儿你先回家，我还有点事。哎，你等等。甜甜，都装好了，这里头有香肠还有腊肉，还有床新被子。妈怕你租的房子冷，你都拿到。哎呀，这么重的东西我哪拿得到嘛？你腿脚本来就不好，还非要送，你说那么重的东西，你腿受得了不嘛？来，这个你拿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开店的钱攒得差不多了，选哪家门店好呢？大伙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最热闹的街区，在我左手边就是有名的水煮肉片店，大家可以进去尝尝。这边请啊，这边请，大家这边请。对，直走就行。太谢谢了，谢谢你照顾生意啊。应该嘞。导游，我对你有一点动心。你好。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奇怪，这个导游咋越看越像我当年大火的明星王阔？这个味道真的可以。我在这里干了那么多年导游，这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串串了。是吧？我前2天在这儿摆摊的时候，就看你带游客经常来这儿吃。你们是跟这儿有合作？这旅行社一般都和门店有合作嘛，但我们绝对不是强制消费啊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反正都要合作，要不考不考虑我们？这个味道肯定不会给你丢脸嘛。我的想法呢，是在这个景区周围排个店，到时候游客爬山爬累了，坐下来吃2口，每卖1份，我分你1成利润，怎么样？不是姐，那个你也不要有压力啊，我们这个价格肯定都是良心的，不会因为说站到景区附近就乱要价。我都可以，你准备好随时联系我。真是那个王阔啊！好，哎，甜甜，你丽丽姐最近有跟你说了没有？
他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。虽然他没跟我说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入味的东西。这个，啥这个？其实这个串串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好吃吧？那个哥哥还挺帅的。你丽丽姐是该耍朋友了。好姐，以后我们就不用摆摊了。当当。以后我们就不用摆摊了。当当。我在景区附近盘了家店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正经营业了。哼，真的呀？你太厉害了！今天也不要摆了，直接回家。小火串串新店开业了，欢迎大家来品尝哈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小火串串吃一串了，鲜香美味没遗憾；小火串串吃2串了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这景区人就是多。这王客咋还没来呢？这个时候就开始耍大牌嗦。工人找凳子坐哈，别客气。走，丽丽。这么准时啊？那是，这么地道的串串，我肯定带大家来尝一下。来，朋友们，地道的串串，感兴趣的可以往里面走，其他朋友也可以回大巴间休息。里面请。可以嘛，这生意？那是，我这儿都盘了好久了，好不容易盘来的店，今天人还多哈。是哦，没想到生意还辣。多般配哦，这才配得上我们丽丽嘛。好歹也不行，可不能让别个抢走机会啊。还可以。你就是王珂吧？啊！早就听我们家丽丽说起过你。来，哦，这么一大碗，谢谢。早就听丽丽说起过你，谢谢你带那么多人来店里哈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这导游这行挺不好干的哈。还行。你父母是做啥子的？我父母跟你一样，也是卖炸串的。哎呦，炸串好，都是卖炸串的。哎，你多大了？我26，也不小了。是，26确实不小了。你得想想以后有没有女朋友呀？何姐，我还没有。这不巧了嘛，我们丽丽也没有男朋友。你说这好好的大闺女，自个儿都不晓得找男朋友，一天天也不咋咋想的，还挑亮水的，是不是？老子我还赚得快。我说了，何姐。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觉得丽丽也挺好。我有啥子好的啊？我们何姐更好。你看这个店刚开业，都有回头客了。啷个说？姐再给你拿点哈。姐给你拿新的。太客气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的串串接触。哎呦！你小心手。你看，我这慌里慌张的，突然整那么大个店，我慌得很。这以后还不晓得会不会出两样岔子。我没读过书，也没见识，本来脑壳就笨。哪说你笨了？他们都是那么讲的。哪个？倒是有自知之明，小学文凭还想开店？你这辈子能嫁给我儿子，那都是你命好。
哎呀，这个笨手操作真的疯！甜甜，妈妈有时候想给你打视频，你看下这个视频是从哪儿进去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多回了吗？这儿。哎，你慢点嘛，妈没看清楚。你再教下妈妈。这儿笨。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，一个女人会不经意被贴很多次笨的标签，甚至。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环。你咋会笨呢？你可是妈妈，你要赶在一家人回来之前把饭菜准备好，时间不会太早或者太晚。你记得所有人的衣服鞋子放在哪儿，记得所有人的生日。你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厉害。别用手抓，用这个，别用手还来这个扫。你咋来了？这两天工厂下班早，我就手把他从学校接回来了。一会儿回家也顺路。奇怪，他咋最近下班老那么早呢？就这儿了。啊，里边请。谁是王空聪啊？是我。你就是王空聪啊？你弟王耀祖欠了我们半年的工钱，我找不到他人，就来找你了。还钱！兄弟们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而且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联系到他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活该没钱了？也不是。滚！干什么？兄弟们，来嘛！兄弟们，搬！你们不许进！不许进！你把娃娃吓到了！哎，你们抓着！哎，动不动！抓着！出来呀！就你有儿子嘛？我老婆娃还在老家等我拿钱回家嘞。兄弟们，不要管，搬！走开！走开！不许进！走开！我从来没有见过霍春华这个样子。莫非你们怎么混混？搬！都下进来！混混让我了吧？我们就是混混。哎呀，你妈呀，来参加！年轻时候跟混混打架打的。我终于理解了，为啥子一向温柔的霍春华也能和人打起来了。那是因为有人要伤害他的娃娃。你们到底要搞啥子？你再多让他试一下。哪来的臭婊子？滚开！跟哪个讲话你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啥子嘛？干啥子？我们拿钱。搬！都说了，哪个欠你们的钱找哪个拿去，找我们干啥子呢？他王耀祖个鬼孙儿躲起来了，老子找不着他。你不是他哥吗？不找你找哪个嘛？一群混混滚出去！混混你妈哪个？他妈的，瞅你们仨！谁打给我放干净点儿！这是你莫管。兄弟，劝你不要管闲事。我看你就敢欺负女娃儿，是个男人你都不敢动啊！你说哪个呀？说你，不然我说错了。好我孙子！我操！这就知道去证明自己了。你这软绵绵的也不得行啊！操你！王哥，我去！别打了！你前2天是不是来过一次？对呀，警官，我都说了他家人欠我钱。说了多少次了？你得拿出证据、合同，懂吗？那不是，我这刚回来2天，能来哪个嘛？我那岳父说带我赚钱，结果项目黄了，那帮民工真他妈的烦呐！幸亏我听到你劝，没有签合同。老子不出钱，能拿我哪个样嘛？哼，行了，就这个，挂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事啊！但人家被你打成了这个样子，你现在得负责了。
你们确定都不和解，对吧？听他的。再走。哎啊！你是不是故意不还手？我要是还手，咱妹嘴儿就真不在理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瓜的哟？万一真的给你打坏了？哎，你不要多想，那是我自愿的。不过那帮人现在也是缓兵之计，要是他们被放出来，再去找我妈的麻烦呢？你别怕，他们要是还敢来，我有了。啥子啊？我想请你帮个忙，陪我演场戏。我？你可是10年以后拿最佳男主的人。谢。好啊，那明天下午见面聊啦。这牙买高咖啡很香的咯。算了算了，我喝不了。咱言归正传，我啷个不晓得我那个哥哥和香港那边有合作？他肯定不会跟你提到我了，蛋糕就这么大。要不是我帮衬他到现在，他有资格盘他现在的店吗？我是听说你比你哥有魄力，才偷偷要过他联系你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也就那样。算了。等一下，你说你和王光忠有合作，那你晓得他老婆叫啥子吗？他老婆何春华，他女儿王刚刚，对吧？这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然后直接对我吃了。你都纠结这么久了，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呢？那你开个价，我最低能出好多。2万，2万，算了，我不为难你了。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，我不打扰你了。等下，1万要不要得？长久。哇塞！哎，我以前咋没发现你演技那么好呢？你看把那个王耀祖吓得一愣一愣的。来，干杯！我们都想好了，等放人那天，我们就去拘留所门口，把钱全部都还给民工他们。哎，这个叫啥子？以德报怨。哎，对，以德报怨。来，王坤，早点前喊你来屋头吃饭，多亏了你帮了我们那么多次。姐，你太客气了，其实没啥的。哥哥，你好好的一个年轻小伙子，怎么偏偏干这行哦？那么帅的小伙子，应该去当演员噻。其实我毕业那会儿是想做演员的，但去试了几次戏没人用我。唯一一个真觉得我能当演员的，也就是儿子有实习去了，这以后能当明星啊？那肯定的，我儿子长这么帅，以后肯定能火。回头这儿我就贴我儿子照片，对，绝对的。也就是那老头了。
哪个有你老汉了解你妈？他说你能做到，你就肯定能做到。谢妈。我可算是大学毕业了，以后终于可以上班去了。等你上班啊，你就晓得上学的好了。哪说的？上学哪有上班好？我跟你说，等我以后赚了大钱，我给你买个大房子，到时候我把这个沙发给你换个这么大的，然后那边再给你放个大酒柜，然后再给你整个投影仪，3D 投影仪，你晓得不？电影院那种呼噜呼噜响那种，那我要黑大那种。我的阳台必须得养花，花花草草总得有地方放，必须要采。那个场面，我到后来的时间经常想起，那时候总觉得是我妈在陪我闹，到现在我才晓得。但是现在我才晓得，还是真的相信我可以。多吃点菜。好嘞，姐。来。哎，我哥啷个没在这儿啊？他呀，最近厂子也不晓得啷个回事，他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下班过早，有时候又大加班，哪个晓得他啷个情况？对啊，他最近咋这么反常呢？我印象里面他回家一直都多规律的嘛，不会是因为何春华这条支线变了，牵连到他了吧？行了，别张他了，我们过人吃饭。哎，好。那个一会儿我还有点事情要先出去一趟。啊，好。我爸绝对不正常，我要去厂子里面看一下到底咋回事。那个钱你先拿到回店里头，我还有点事哈。啊？哎。哎呀，你不要着急。你还晓得回来啊？你啷个不住在外头呢？今天都是厂子里聚会，大家一起吃了个饭，那大家都没走嘞，那我先回来。这个饭能拖到那么晚啊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我和甜甜在客厅等你，等到10点多，联系你也联系不上，谁知道你在外面做了？联系我了吗？你看他没电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找不完的借口，你们烂的没个好东西。他个人有问题。何姐，我是说，如果王哥干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会离婚吗？咋个可能？再说了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离个锤子的婚了。我现在这不过得挺好的吗？挺好的，你一直都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。丽丽，你跟姐说实话。你跟姐说实话，你之前是不是结过婚啊？你男人是不是欺负你？你要是想离婚的话，不是，我今天在大街上看到有2口子在吵架，那娃娃跟甜甜一样大，那男的还出轨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你忘过不可能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离婚的话，我住哪儿？对哦，这房子是我爸单位分的。不过现在的房价再买个房子倒是不难，难的是咋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脱离男人的生活呢？这是不是可以试试看？哎呦，甜甜，来，你看这女的好厉害哦，她离婚以后自己开车自驾游去了，火车腿要是没事，我早就爬那个珠穆朗玛峰去了。算了嘛你。他啥子？出国大好河噻！我这腿脚要是没得事，我高里都要去看一遍。何姐，甜甜不是快放暑假了吗？
那网课给了我个内部福利，到外地旅游就打1折。我们3个去嘛。店的话就让他先关几天。真的呀，丽丽姐？当然了，这个他要3个人组团一起去，所以要不我们3个一起去。姐最近不太行，丽丽，要不然你找个朋友陪你去吧。姐还有事情，先走了哈。不对呀，他咋对这个事情一点兴趣都没得？丽丽姐，我们家串串店是不是遇上啥子事了？没得啊。我觉得我妈最近不太对劲。伙计，你咋起那么早？没事儿，就有点睡不着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再躺会儿嘛。今天周6，店里面高峰哈。对了，我有个事忘跟你说了。要不店里头再找个人吧，这样万一店里头有2个事的话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你刚刚不是说去旅游吗？这不正好？找人？你浪费哪钱干了嘛？丽丽，你别怕，这可以嘞。哎，你说万一？真不用，就这点事，你别说2个人了，我个人就能整。你想哈嘛，我晚上回来再跟你讲哈。这么着急是去干啥子啊？人呢？又是你。亲爱的，你急啥子嘛？我们昨天不是刚看过吗？好了，你莫着急。你干啥子你？你把我摔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该去搬嘛，不行我就换人了。我小心点儿。没得事，亲爱的，这工人刚刚把货弄倒了，实在不行给他换了。你下岗了？对了，这个千万莫跟你伙计说啊。你可是连续3年的优秀员工啊，他咋能让优秀员工下岗呢？还不行，我非得要找他理论一下。算了，这香港那么大的事，估计他分房子的时候就定下了命案。亲戚你干这么多年，这房子分了，也算给咱们家一点补偿。这么说来，爸爸下岗是你呀？这几天我就怕你们着急，我每天有点做，留下来的3人早日领货，有货来我就晚点回家，没货干我就早点回来。哎呦哥，你不用这样，我们家串串店也开起来了。不让那么多张嘴吃饭，总不能就靠你姐一个人嘛。没事的哥，我们家串串店现在也逐渐好起来了，你看客流量好大嘛，大家都好这口，我们以后也不完全是钱的事。现在小何那个店赚的比老王多了啊。是噻，那大学文凭是不行了哟。就是嘛，还不如他那个小学文凭的老婆嘞。大学生混成这样，要是再让别个晓得我连工作都没有，我也就是只要面子活受罪。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个看起来啥子都不在乎的男人，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他给这个家遮风挡雨。对了，你没啥事赶紧回去嘛，我还要搬嘞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千万莫跟你伙计说，真是不能再干添堵了啊！你都这样了，要不就……这算啥子？我干完这些，我还要骑车给他送个东西嘞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活数不得我能干，
我这大学文凭真不是白给的。当年早几年跟老师下城考察的时候，这一篇我都熟。你刚刚说这一篇你都熟啊？对啊，这市里市外街头巷尾的我都去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串串店还真的需要你啊！要我？来，谢谢妹子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大家的钱都已经结完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走，走。哎，下次要记到起啊！报案讲究的是证据、合同。我跟兄弟们还在里面说你们呢，没想到一出来你们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。上次那个事啊，实在抱歉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我跟老李来你们这儿吃串串。好，还真是你搞的鬼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，把老子钱吐出来！把老子钱吐出来！把手放开，我动手动脚的，这些都是大家的血汗钱。哎，你还有脸来哟？都是。我死你妈！还敢来？还敢还手？还手！还手！哎，还手！活该！还手！来，你尝下这个。嫂子，那是我们一点小心意。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子啊？我晓得上次那个事情不赖你们，但是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。一家老小吃饭，对不住对不住。哎，我们都明白。哎，毕竟是我姐夫他亲弟。这些东西你们拿走吧。不，再拿回去。我们都要走了，在这儿来找不到活干。没事，我们先吃了。等一下，要不你们跟我们干？干啥子啊？串串外卖送货到家，大家来看一下了哈。这3天内下单，不要跑路费啦。这是啥子哦？啥是外卖哦？还送到屋头啊？外卖啊！只要你们在家饿了，就打电话3513422，告诉我们你们想啥子，我们就给你们送到家。啊，我们的车队就在那儿。你们看，真的，王哥，你这技术真好使啊，哪儿都能找到。你看嘛，我就说嘛，老王，你这个大学文凭就是管用，不止画工程图有用，好这地图也很溜嘛。这字看到是面熟嘞。还有好多页嘛，累死了。来，你再帮姐姐写几张好不好？反正也是给爸爸帮忙，你再写20张，姐姐请你吃雪糕。来，过来看一眼啦！小货串串，好事不贵啦！凭啥好事都让你们挣啊？哎，哥舅，我明天就早点来。我外卖店接了第一个大单子，明天中午之前把所有外卖送到市中心写字楼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要得，走。让你们今天送不了货，看哪个还是你。送货了。哎，这他啷个没气哦？我的也没气啊，我的也漏气了。我的也是啊。哎，咋子了？这台没气了，被人放了，全坏了。你们这个时候出事？老王呢？老王哦，在哪儿？又是这样，遇到事情就抽烟，就逃避。哥，我们来玩吧。哎呀，真好。哥，以后有需要你呼我。要得。哎，咋来这么多车？这不是怕人不够吗？太好了，兄弟们，
我们把串串都放在车上，4个轮子总比我们2个轮子快嘛。走，出发！上车，出发！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，其实我爸爸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是我一直太小瞧他了。啥子时候买的汽车？我的好运全都让你算了。走走走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走，老子就不信整不了你。哎呦哎！啊！我操来的！哎，都他妈给我等到起！哎呀！喝酒了，感谢哥几个啊！改天大家一起喝酒。哎，好嘞，哥，我送上你们。哎，师傅，今天你们的车能给我留一辆不？我有大用。走。把灯关了。哎，在做啥子？这叫引蛇出。嘿，有人！让你买车，让你买车，我让你买车，我让你买车！哎，抓！操！我让你们！干啥子？干啥子？自行车轮胎的事情也是你干的吧？警察局见了。凭啥子说是我哎？你有证据吗？警察都是看证据说话的。好，那你欠了那么多人的工资，这种不假吧？妹妹，我真的晓得错了，我都是被逼的，我都是我那个岳父。哎呀，后么就白干事了哎呀，妹妹啊，我真的晓得错了，我可以给我哥送外卖，我可以给你们。还有脸提你哥啊？你不配有那么好的哥。王哥，原来你晓得他给你介绍的这个房子中间吃了回扣的啊？吃点就吃点嘛，那毕竟不也是亲弟弟嘛。你说我这次房子的事是要感谢小主啊，但你看他也多大岁数了，也没个女朋友，我这当哥的心里也不落噻。哪个意思？我是想到，要不我们给小主包个红包。哎呀，我们就这次性嘛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就一次，我亲弟弟啊！下不为例哈。他把你当兄弟，你把他当啥子嘛？真的？对呀，你都不晓得，他都那样了。我非得要跟王哥说一下，让他老欺负人。这事儿你别跟你王哥说，他个人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心软。要晓得这事儿，心里头不得自责死哦。我才意识到，表面最嫌弃爸爸的何春华，其实也最懂得如何保护他。哎，对了，听说景区有个许愿树特别灵，咱来那么长时间都没去过，正好今天收摊早嘛，我们去瞧哈儿。行啊，走。就是这个。
走。佛祖保佑我们发大财，每天入账50块。还有，希望这次妈妈健康平安快乐。哎，何姐，你咋求了2张呢？我这不是想给甜甜单独求一个吗？就希望她能够健健康康、高高兴兴的长大，最好小升初啊能顺利点儿，给她安排一个好老师，最好再能有个好同桌。那你咋不求一下宿舍，让他学习好，有本事长大以后给你赚钱呢？我要那么多钱做啥子？我不求他有好大的本事，我就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就够了。就放假5天，我回去干啥子嘛？我没啥子本事，回去给你丢脸去。哎呀，啥子丢人不丢人的？你能平平安安长大，我就谢谢菩萨了。再说了，我女儿都能自己养活自己了，都挺好的嘛。骗子！哎，系统挂了。原来何祖华从来都没骗过我。那你这个不用求神仙啊？为哪样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在梦里面，甜甜不仅长大了，还总惹你生气，你就闹心嘛。周丽丽，我说怎么刚刚在店里没找到你们？找不丽丽做哪样？啊，那个旅行社发了2张电影票，想找你一起看，方便吗？哎，他可以，他晚上有时间。方知不用太不因藏這份愛，是我心情似海。电影快开始了吧？估计来不及了。反正等到也是等到。你要不要听一下我今天下的歌？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人最怕就是你的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是又爱你。周丽丽，周丽丽，那个雨好像快停了。对不起啊，本来今天想说请你看电影，电影没看上。没事，就当是出来散散步。
哦，对了，你为啥子突然想做演员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为啥子突然想做演员呢？其实我当演员是想体验多变的人生，我当导游也是想看一下更大的世界。结果兜兜转转还是在这儿。其实我下周就要去北京了。你要走了啊？那边有个实习的机会，我想去试一下。哦，你为啥子突然想去试下呢？哇塞，我之前咋没发现你演技那么好呢？你看把那个王瑶祖吓得一愣一愣的。我下周就要去北京了，正好有个实习的机会。你能不能当我的女主角？陪我试次戏。其实我比你想的要更早注意到你。你像一株向日葵，让所有人幸福，也给过我很多鼓励。我就说嘛，天生就是干演员的料。你看，扮哪个像哪个。来，这个带起。更像了。出发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北京？凭你的才能，定能闯出一番事业。走，丽丽，我在吻你。你不说这个还好，你一说，我还有点难过。我如果能跟你一起去就好了，但我留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是不是我唐突了？啊，没有，不是。能被你喜欢我很开心。对，北京好啊，北京那么大，机会也多，你以后肯定能行的。演技那么好，举得大红大紫。那等你把串串开到北京。好。走吧。对了，我们还是朋友吧？当然啊。这个是我上次从景区求的红绳，送给你。啊。谢谢。那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好。那，怎么？我上次看何姐在电话亭里哭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千万莫跟你伙计说，真是不能再看添堵了啊！何姐果然遇到事了，不行，我得去问下王哥。哎，如果他没跟你说，可能是有啥子难言之隐，要不就别问了。好。王哥说的对，我不该问，但是，丽丽，你一会儿能不能陪姐去趟商店啊？可以啊，
难得你主动想逛街，想买啥子？你们小女娃娃嘛，总晓得现在更时兴那样嘛。那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有给甜甜买过一条像样的裙子。你这个还不叫买啊？你今年都给她买好多衣服了。那不算，我说的是那种公主的小纱裙。这不马上要6·1儿童节了嘛，小娃儿长得快，我也不晓得甜甜还能再过几个儿童节。你不晓得，她小时候软软的，小小一个，可可爱了。都怪我这个当妈的没本事，别人有的，她都没有。何春华，你为啥子总觉得欠我的呢？你是我妈，你已经把你最好的都给我了。丽丽，你这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哪里是童装店啊？没走错啊，本来就是带你来买的，我就没想过买童装。既然我帮不到你，让你高兴哈，做还是可以的。走。这点怎么样？太艳了，丽丽。没有啊，多好看啊！你好，你好，这件可以帮我拿一个大姨妈的吗？那件很贵嘞，买不起啊，就没事了。算了，丽丽，总归人就这个素质啊！哎，我妈美其华人，我大老远把她从美国带回来串亲戚，结果你们就这种服务态度啊！Oh, Ma, I'm sorry. I've never expected waiters here to be like this. Oh. 真的是狗眼看人低，侮辱国格。我们现在就去大使馆告他们，看他们这家店还怎么开下去。莫想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你这样，你看我这儿咋个能弥补一下你二位呢？这个哦，那个还有那个，都给我拿过来，我们全部都要试一遍。哎呦，两位女士，这些衣服有没得你们喜欢的嘛？没得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去别家看哈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们两个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啥子啊？服中国人让你很丢脸吗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走。哎，你开头跟他说的是哪样嘛？没啥，随便说的。你可以嘛？但是刚刚我喊了你一声妈。我这后来好多人夸我漂亮，但是都不晓得那是因为我像你，好像你当了母亲以后一辈子都在考虑别个。那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给甜甜买过一条像样的裙子。你这个还不叫买啊？你今年都给她买好多衣服了。那不算，我说的是那种公主的小纱裙。这个晚上我终于让你做了一次女主角。我就是一个卖串串的，我穿那么好看给哪个看嘛？你真的不晓得啊？当然是给你自己看喽。你咋突然想到给我买新衣服呢？儿童节第2天是你生日啊，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都那么大个人了，过2个生日以后不许再破费了哈。这哪叫破费呢？多好看啊！
是好看。曾经我也觉得钱花得值是送朋友的礼物，是职场的社交。但是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给妈妈花钱才是最值得的事。甜甜新裙子没买，甜甜新裙子没买。放心嘛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是你脑壳转得快。原来他喜欢的是这个啊！我小时候咋会这么土哦？喜欢这种东西。你大家把电话打到我们家了。说你妈。我那个时候才晓得，何春华心不在焉是因为外婆生病了。那次他的愿望之一就是外婆身体健康，他早就想把串串店的事情放下了，专心照顾外婆。小地方的医院治不到外婆的病，所以……外婆，你看那个楼好高哦。出来旅游就够奢侈了，还打啥子车嘛？哎，就是因为出来旅游，所以才要奢侈嘛。本来就是要把东西全部都耍一遍，到时候我们路过大城市啥子的，再顺便把体检也给做了。我记忆里面，外婆是在我10岁那年去世的。我不晓得这一次能不能扭转何春华的遗憾。他这个病啊，没用了，他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吧。没得别个办法了吗，医生？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，该想的办法我们都想到了。你说，咋就那么快？你要实在难受的话，就哭出来嘛。你说，我咋个就没早点去看他？赖我，都赖我，我哪个没早点去看看他？孩子会穿过大雨，去懂人间的道理。我只能唠叨，因为我已帮不上你了。妈妈会留在童年，给我打很多电话。这个时候，我才第一次理解了何春华的痛苦，因为当年外婆去世的时候，从来都没见过她哭。但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我还答应他带他去逛胡同。但是我现在才晓得，他冷静是因为他只能做一个冷静的大人。周丽丽，上个月调胃呀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，今天来复查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调胃呀？你现在都接那么厉害的戏啊？那是，还上去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何姐她是不是？不是她，是她妈妈，可能没几天日子了。何姐一直很自责，觉得没让长辈过上好日子，没让他吃好的耍好的。那她有没有问过外婆自己？那是何姐之前教我的道理。啷个有你老汉了解你嘛？他说你能做到，你就肯定能做到。在我去北京之前，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直到我真的去问了我爸。老汉，
我那行确实难混，搞不好几年我都赚不到钱。要不我……嘿，你呀，我啥时候指望你给我赚钱了？你看，我每天几百几千的串砸到，不都是为了你能够找到你喜欢干的事吗？做导游是赚就多点，可是你每天愁眉苦脸的，那有啥用嘛？没事儿啊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我其实点儿都不了解我父亲，可能何姐也是这样。我们当子女的有时候就是太自以为是了。我明白了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那这是我新名片。这个是我上次从景区求的红绳，送给你。谢谢。谢谢你给我带这个，他真给我带来了好运。对，你那个吊威亚的戏叫啥子名字？等上线了我就去看哈。叫……算了，等上映之前我打电话给你。也行。我们做儿女的，有时候就是太自以为是了。何姐呢？她去买吃的了。哎呀，早就想找机会当面好好谢谢你，小何老跟我说你的。没有，是何姐她自己就很能干，她小时候应该很懂事吧？我这一辈子4个娃儿，就小何最懂事，现在也是。你看我这个老婆子，能指望上哪个？也就小何不嫌弃我，这辈子有这个女儿，知足了。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当妈的亏欠小何太多了。我没得啥子本事，没有把世上最好的东西给小何，你说他会不会怪我啊？咋会呢？何姐她心肠那么善良的人，她连外人都帮，咋会怪你呢？对，他心肠好。上次我还听别个说，有人在串串店丢了钱，他给人家送去的。哎呀，我们出来这么多天，那串串店咋个办呢？哎呀，没事，先让他关几天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赚钱嘛。出来玩几天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好，我晓得你们带我出来是为了啥子。我自己的身子骨，我晓得治不好了。要是我走了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他。你何姐心思重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。该吃的吃了，该看的看了，只要你姐她好好的，我也就没得啥子遗憾了。你让他不要拖到我瞎折腾了啊！我们那个串串店不能老关门啊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说的那些我都晓得，可我就是不甘心。
年纪轻轻了，那我就没有妈妈了。我以前总觉得，只要妈妈还在，我就可以永远当个娃娃。特别是现在。买钱钱，好吃的钱钱，向后钱钱新店开业啦！儿童节第2天是你生日，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也差一点没妈妈，你不要离开我。胡春华，胡春华。胡春华，胡春华，谢谢你陪我度过了最难的时候。我一直都没对你说，有时候感觉你跟甜甜可真像啊，因为我就是你女儿啊，妈。真的，我女儿长大之后这么漂亮嘞，真好。你从小就想得多，以后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哈，想做哪样就做哪样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，啊。是时候该分开了。不要，妈，不要，我不要。妈妈总不能陪你一辈子，以后的路也要一个人走啊！不要，妈，不要！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，注意自己的身体。你会放多伤，我想迎接妈。你从小就想得多，以后想做哪样就做哪样，可别委屈了自己，晓得不？可惜我们要分开了。黑黑的天空里，我晓得。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时。我们是不是见过？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痴迷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